最近在美国出现了利用 AI 进行的电话诈骗，接到电话的母亲表示，电话那头的声音跟她的女儿一模一样，根本分不出来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AI 语音诈骗吧。嗨吼，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最近生成式 AI 突飞猛进哦，到处都有强大的 AI 应用。除了大家熟悉的 ChatGPT 以外，还有像是生成图片的 Midjourney、生成语音的 PlayHT、Murf AI 等等。只要按几个按钮，不到几分钟就可以生成你想要的图片跟声音，让人们省下了很多的时间。不过大家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些 AI 工具不只帮到了一般人，也帮到了诈骗集团。这几个月AI 语音诈骗在国外的案件量大增，诈骗集团用 AI 语音生成工具假冒成客服人员、受害者的亲友，甚至是公众人物来骗取受害者的财产。今天我们会一起来看看 AI 语音诈骗到底有多么的严重，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阻止 AI 诈骗吗？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，先让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。你喜欢机械键盘的回 Q 感，但却总是找不到能够让你动心的设计吗？ Acto 之前推出的复古打字机键盘在台湾的销售量已经突破了15000台。这次他们全新推出了美感机械轴键盘，外观一样非常的复古又可爱，按键则升级成机械轴体，透过明确的力量回馈，可以让你的打字更快更精准。根据你喜欢的回馈力度，还有轻轴茶轴可以选择。如果你还在寻觅兼具实用与美感的键盘，那千万不要错过这次 Acto 新推出的美感机械轴键盘。即日起到9月30结账，输入优惠码莎莎77就送双模式无线滑鼠哦。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连结，了解更多产品资讯吧。最近几个月呢，在北美地区开始出现了不少 AI 语音诈骗的案例，像是今年年初，美国亚利桑那州一位叫做德斯特凡诺的母亲接到了一通陌生的电话，电话那头传来了她15岁女儿布里的哭声。接着，一名陌生男子把电话抢过去说：“你女儿在我的手上。”向这位母亲勒索100万美元。让德斯特凡诺最惊恐的是，电话那头布里一直哭喊着“救我，妈救我”，而这完完全全就是他女儿的声音，把他吓坏了。幸好德斯特凡诺在接电话的同时，旁边刚好有其他的家长，大家马上联系警察，还有德斯特凡诺的丈夫，短短的4分钟内就确认了他的女儿非常平安。这是一通不折不扣的诈骗电话。事后警方推断呢，电话里面布里的声音是用 AI 语音模仿技术生成的。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呢，现在这类型的诈骗几乎每天都在发生，而且有很多的市民即便遇到这类的诈骗也不会回报，所以真实情况可能更加的严重。美国一家治安公司最近就进行了一项民调，在美国等9个国家访问了7000人，结果显示1/4的受访者曾经遇过 AI 语音诈骗，或听说过别人有类似的经验，而其中有70%的受访者坦诚自己并没有信心分辨真假的语音。说到底，为什么 AI 语音诈骗一时之间变得那么猖狂呢？AI 技术会这么快就被诈骗集团看上，主要有几个原因。第一是语音拟真度提升，现在的 AI 语音呢实在是太逼真了。一间叫做 PlayHT 的 AI 公司就宣称，他们生成出来的语音呢跟真人声音的相似度高达 99%， 一般人完全听不出来真假。对于诈骗集团来说，这根本是欺骗民众的完美武器。第二呢是成本低廉哦，尽管 AI 这么强大，但它现在的价格却非常亲民。很多 AI 工具都有免费的试用期，不用付费就可以使用强大的 AI 语音功能。即使改成付费，价格也十分的划算。有的 AI 语音呢，一个月费只要缴$5而已，这对于诈骗集团来说，几乎跟免费没有什么两样。除了以上这2点之外，门槛降低也是让诈骗集团看上 AI 的关键。AI 语音诈骗使用的是语音模仿或者说语音克隆的技术，需要提供 AI 足够的语音档案，才能够让 AI 复制其他人讲话的声音。举例来说，你想要复制总统的声音，你就要先搜集很多总统的语音档案，喂给 AI， 让 AI 慢慢的学习。但随着 AI 的进步，这个过程现在被大幅的缩短。现在你只要准备一段30秒的影片，丢到 AI 语音克隆的网站上面， AI 马上就模仿的惟妙惟肖。这代表诈骗集团只要找到一段你在说话的短片，就能够轻易复制你的声音。在这个社群当道的年代呢，一堆人都会把自己的影片上传到社交媒体，这也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，轻松获得大家的影音资料。总结来说呢，以前的诈骗集团都要慢慢打电话，自己假扮成各种的角色，但 AI 工具出现之后，不止大幅降低了诈骗的成本，还显著的提升了诈骗成功率，让诈骗集团爱不释手。那么面对语音诈骗横行状况，开发 AI 的公司还有政府又是怎么想的呢？
对于诈骗集团滥用 AI 工具的状况，很多开发的公司也觉得无能为力。像是今年年初 ，AI 新创公司 Eleven Labs 曾经表示，他们的语音合成工具被一些使用者拿去做恶意用途。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他们试着增加了付费机制，避免诈骗集团无限制的使用 AI， 甚至他们还尝试让 AI 语音没有那么真实，让大家更容易分辨是不是 AI。只不过这样的做法呢，效果并不显著。收费的方面就像刚刚讲的，诈骗集团根本不会在乎订阅的那点小钱。而另外一方面呢 ，AI 语音的卖点就是其极高的逼真程度。在这个前提之下呢 ，AI 不太可能将 AI 的声音完全还原成机械声，即便呢稍微调整 AI 的声音让它不那么的像真人，相似度还是很高。再加上在接到诈骗电话的时候呢，大部分的受害者其实没有什么认真思考，很容易受骗上当。像是之前呢，加拿大有一名叫做班杰明·帕金的男子，他年迈的父母接到了 AI 语音的诈骗电话，电话当中的 AI 假装是律师声称帕金出了车祸，把别人撞死了，正在监狱里面急需用钱支付法律费用。很不幸的，帕金的父母被骗走了几千美金，而他们后来告诉帕金，虽然在接到电话的时候呢，他们有察觉到帕金的声音好像怪怪的，但因为时间紧迫，他们也没有想那么多，只想要赶快的救出儿子。可以看到呢，即使声音没有完全相似，也还是能够骗到一堆人。那么，即使开发 AI 的公司无法阻止自家工具被恶意使用，政府机关又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呢？专家表示面对不断进化的诈骗手法，美国联邦监管机构、执法机构跟法院都非常的头痛。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的语音诈骗都很难找到犯罪者的线索，更何况是 AI 语音，完全不会留下真人的声音让办案人员追查。而且很多诈骗集团都是远端诈骗，他们的据点可能在世界上面的任何地方，警方抓不到人，也查不到资金的流向。同时，因为缺乏相关的法律先例法院其实很难追究 AI 语音公司的责任，不太有办法管理这些 AI 工具。可以说呢，现阶段大家真的是有点束手无策。美国联邦调查局建议民众要对类似的电话提高警觉，可以的话呢，也尽量的将你的社群内容设成不公开，防止诈骗集团获得声音资料。除此之外呢，专家提醒不要过度的依赖来电显示，因为来电显示是可以被伪造的，最好自己再严格的查证会更安全。例如，如果接到自称是银行来电，可以先挂断电话，查询银行官方的电话号码，再回拨确认是不是诈骗。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建议是了解自己，意识到自己在生活上面或者感情上面的弱点。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莫名其妙，但是专家表示，这是因为真正厉害的诈骗集团不会乱枪打鸟，而是利用我们的弱点进行诈骗。举例来说，他们如果知道你有债务问题，可能就会假扮成银行跟你讨钱；如果知道你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，可能会假扮成家人跟你求救等等。所以了解自己最脆弱的部分，才有办法加强警惕，防止被操纵还有诈骗。在进入观念以前呢，我要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，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。所以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，或是有特别好奇的社会现象，都欢迎加入我们会员，每个月跟大家一起讨论，票选有兴趣的主题。好的，话说回来，在台湾的诈骗电话并不是什么新闻，相关的反诈骗宣导大家也是从小听到大。老实说，这个主题可能有点腻了。不过今天之所以做这一集呢，也是想要提醒大家，接下来新的这波诈骗手法将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棘手。大家现在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但这主要也是因为目前 AI 语音的发展在英文领域比较成熟，所以在讲英文的北美地区语音诈骗比较严重。等到中文 AI 语音的发展跟上来的时候，类似的诈骗手法应该很快也会在台湾出现。大家可以开始想象，假如有一天你接到家人的求救电话，电话当中的声音真的完完全全跟家人一模一样，这个时候你该怎么确认身份呢？甚至之前也有新闻指出，有些诈骗集团呢还会用 deepfake 的技术捏造出声音、影像都毫无破绽的复制人，这个时候要分辨真伪真的是非常的困难。随着 AI 的飙速成长，我们很难阻止诈骗手法推陈出新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提前做好准备，跟家人设好暗号等等，避免一不小心就掉入诈骗的陷阱。那最后我们也要来问问大家你有接过诈骗电话吗？ A 有，也不小心呢被骗过了一些钱。 B 有，已经接到腻了，没有任何一次上当。 C 没有，但我身边的人呢有遇到类似的事情。 D 其他，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 AI 语音诈骗的风潮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 AI 偶像以及 AI 绘图的讨论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